今年受惠於呢個股票市場暢旺啦，同埋個物業市道都暢旺啦。咁喺呢兩方面嘅印花稅嘅收益咧，係比舊年多咗嘅。咁亦都可以填補翻一部分賣地嘅收益啦，因為今年賣地嘅收益就的確係非常之差嘅。住宅市場咧，而家其實就好大動力咧，主要係嚟自內地嘅資金。當呢啲 AI 嘅工具被廣泛利用嘅時候咧，就會好多工種會消失咗。咁呢樣嘢對嗰啲細價樓嘅影響係會比較大嘅。暫時嚟講咧，就喺呢個水位咧，我諗政府唔會做啲咩嘢嘅，都穩住個樓市先啦。財政司司長將會喺2月25號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早前財爺都透露啦，由於金融市場表現向好同埋印花稅收入增加，政府嘅經營帳目咧係有望啦，係可以提早恢復盈餘啊。但係綜合帳目咧依然都係要面臨赤字。不過對比上一個財政年度，今年嘅整體財政表現有啲咩唔同呢？而未來又有啲咩條件可以逐步收窄財赤呢？此外啦，預計同房策相關嘅新措施又會有啲咩咧？我哋今日咧非常之榮幸可以邀請到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講座教授周廣榮教授啦，同我哋一齊做一個財政預算案2026年嘅前瞻㗎。周教授你好。Melody 你好。我哋先回顧一下啱啱過去嘅嗰個財政年度啦。估計一個比較矚目嘅數字咧，就係嗰個印花稅收入嗰方面啦。即係雖然今年嗰個綜合嘅帳目預計都係會出現赤字，但係財爺都預告咗啦。今年受惠於印花稅收入有一個顯著嘅增加啦，政府嗰個經營帳目都有望係恢復盈餘。最新咧更加係有會計師事務所係預測咗今年嗰個整體嘅印花稅收入係可以達到1000億港幣，比起原來預算嘅676億係高出咗48%。都想問翻教授啦，即係印花稅收入對於政府嘅財政係有幾咁重要咧？同埋今年呢一個數字係咪都係比起往年更加重要咧？係啊，印花稅其實嘅收入係都幾重要嘅，因為我哋講緊係大概5,000-6,000億度嘅支出啦。咁如果印花稅加埋有1000億，我諗今年會多過1000億嘅。咁即係都佔即係10%幾20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收入來源。今年受惠於呢個股票市場暢旺啦，同埋個物業市道都暢旺啦。咁喺呢兩方面嘅印花稅嘅收益咧係比舊年多咗嘅。咁亦都可以填補翻一部分賣地嘅收益啦，因為今年賣地嘅收益就的確係非常之差嘅。但係我想問翻啦，就係關於嗰個印花稅收入嗰個比例嗰度啦，其實以往同埋譬如今年有冇一個好大嘅分別咧？即係大概以你所知個數字，即係會其實以往香港嗰個印花稅收入係真係比較係側重於係住宅同埋樓宇買賣嗰方面嘅收入啦。咁而家就係真係股票印花稅係多翻啲咧。係，而家股票印花稅咧係即係個成交量係大好多。但係嗰個印花稅嗰個佔嗰個收入嘅比例係咪增加咗好多咧？又唔係，因為咧以前股票成交量大嘅時候咧，係大部分都係股票啦，咁咪要俾印花稅啦。咁最多嗰年就因為由0.1加到0.13嗰年係加最多嘅。咁但係話去唔去得翻以前曾經即係接近1000億嗰個嘅股票印花稅嘅收入咧？咁都幾難下，因為咧而家就多咗嘅成交就係嗰啲叫 ETF。咁 ETF 咧就買賣咧係唔需要俾印花稅嘅。咁呢一部分都佔成10幾20嘅。咁呢個量可能會繼續增加添。咁變咗純粹係個股票市場嗰個交易量大咗咧，就未必可以同步咁樣增加嗰個印花稅嘅。而家香港嗰個物業市場嗰個印花稅嘅收入咧，就回復翻去辣椒之前大概500-600億嗰個水平嘅。咁而家睇嚟咧就都係靠呢個住宅市場支撐啦。咁非住宅市場嗰個嘅買賣都係比較稀疏啲嘅。咁我諗都係會維持翻喺500-600億呢個咁嘅水平。不過即係我睇翻即係過去5年嘅嗰個印花稅嗰個實際收入，其實都有啲波動啦。最高峰就係2021年，即係樓市升到上歷史高位嗰陣，咁當年嗰個印花稅收入係升到近1000億。但係之後嗰3年嗰個收入咧，其實都慢慢回落到大約500至到近700億嘅水平啦。但係即係加上前年就全面撤辣啦。其實如果唔係因為即係25年嗰個1、2手嗰個住宅買賣量咁高嘅話，其實政府未來幾年要維持到一個咁高嘅嗰個印花稅收入，其實係咪都係唔係咁容易咧？如果你要去翻1000幾億嗰個嘅印花稅收入咧，就都幾難嘅，因為嗰陣時嘅咁高嘅收益咧，好多係嚟自嗰啲辣椒稅嘅。咁如果政府已經取消咗啲辣椒稅之後咧，
如果即係將來唔增加即係唔加分嘅話啦嚇，咁去翻千幾億呢個數字都幾難。咁睇翻上年度嘅嗰個財政赤字啦，咁舊年咧財爺就即係講明就係個原因係歸咎於呢個資產市場表現疲弱啦，咁但係今年就明顯唔係啦，即係好翻啲啦。咁今年嗰個財政年度其實依然都係錄得一個赤字，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今年嗰個情況同埋上一個財政年度嗰個情況其實有啲咩唔同咧？今年好一啲嘅，因為起碼個股票市場同埋個物業市場都成交量都多咗啦，咁相對於舊年嚟講係好咗嘅。咁但係就賣地收入就差咗啦嚇，咁所以雖然整體嚟講都叫做好一啲，但係就都唔係即係進步得太多啦。咁暫時即係市場預計啦，今年嗰個整體嗰個地價收入其實只係有大約103億左右，係比起嗰個原來預算係少咗成40%接近。咁財爺之前咧都喺立法會財委會度提到啦，咁雖然房地產市場係有所穩定，咁但係地價收入啦係比起以往都係處於低位。咁未來2至3年之內啦，嗰個地價收入其實都唔足以去支持基建嘅投入。都想問翻教授啦，其實你認為地價收入不足啦，其實係咪對於政府嗰個財政健康係構成一個真係好大嘅影響咧？而家嚟講咧，就其實當然係有影響啦。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嚴重嘅影響咧？亦都唔係，因為咧而家喺嗰個所謂經常帳嗰度咧，都係可以收支平衡嘅。咁而家最大問題咧就係嗰個資本支出嗰度啦。咁尤其是喺北都嗰度，將來有好多基建項目啊咁樣。咁暫時都可以靠發債去維持翻嘅，因為呢啲咁嘅投入咧係一個比較長遠嘅投資啊，就唔係話一投咗之後咧就立即可以見到有回報嘅。咁靠發債去平衡翻呢個數字都得嘅，因為而家香港發行個債個總量佔 GDP 都唔夠，得10零個%啫嘛，咁都有能力可以再發債嘅。其實而家嘅即係利息嘅嚟講咧係唔算高嘅而家嚇。咁如果以香港政府發債嘅信用咧，可能係即係譬如你比較長啲嘅債項咧，可能都係3厘息啊、4厘息啊咁樣。咁即係對政府長遠嚟講個財政壓力就唔會好大嘅嚇。咁呢個發債呢個方式咧，亦都相信會持續落去。亦都如果係如果即係香港政府成日都想講話，將香港嗰個債券嗰個嘅市場令到佢更加活躍啦。咁我哋個股票就好活躍，但係嗰個債券市場就係非常之唔活躍嘅。咁如果政府帶頭發債咧，可能亦都可以令到呢個市場活躍多翻啲咧，咁就可以吸引多啲其他資金嚟香港咁樣。政府係試圖係用一啲比較新嘅方法去發展新界嘅尤其是北都嗰度啦。咁就係用一啲片區開發嘅方法，就係希望利用私人市場嘅財力咧去投入做一啲基建咁樣。初步反應就唔係咁好嘅，因為咧就開發嘅方法咧就需要融資嘅時間比較長，咁就好多銀行都未必肯做。咁而家政府又諗到一個新嘅方法，就話分期付款咁樣，咁試下睇下嗰個私人市場嘅反應係點樣啦。咁但係其實回顧翻，即係舊年財爺都講過啦，即係政府其實係唔希望再過分去依賴呢個賣地收入嚟到作為一個政府嘅嗰個財政嘅收入啦。其實即係想問翻咧，其實以往即係個市好嘅時候，其實賣地大概係佔政府嗰個財政收益係幾多成？咁而其實預計嚟緊佢呢個收益其實係就可以佔到政府個財政收益其實幾多成咧？大概係即係個市旺嘅時候咧，曾經係去到可以3、4成嘅，因為咧嗰時有即係千幾億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即係去唔去得翻嗰個數字咧，我覺得都比較難啲，尤其是嗰個非住宅市場嗰個嘅頹勢都未有得改善到嚇。咁住宅市場咧，而家其實就好大係個動力咧，係主要係嚟自內地嘅資金。因為純粹睇本土人嗰個購買力咧，就未必去到呢個位嘅。咁所以今日嗰個樓市嘅復甦咧，都係全靠嗰個買家印花稅取消咗之後。因為買家印花稅取消之後咧，就令到香港以外嘅資金咧就比較有興趣，尤其是係內地嘅資金啦。咁而家香港嗰個物業市場咧係全球即係比較活躍嘅市場裏邊咧，對外來資金係最友善嘅。你無論係新加坡啊，或者溫哥華或者係澳洲嗰啲咧，都係外來資金都要俾一啲另外嘅稅項嘅。咁香港就完全唔使。咁你有想象下咧，就係喺有辣椒稅嘅時候咧，
當年嗰啲有啲內地資金嚟香港要俾30%額外嘅印花稅，你都照俾。咁今日唔使俾喎，咁應該係而家呢個咁嘅取消咗買家印花稅呢一個咁嘅政策咧，對個物業市場個影響咧，我覺得係未曾完全反映晒出嚟。咁就睇翻啦，即係目前以而家嘅市場環境之下啦，估計發展商未來嗰個投地嗰個意欲係點樣咧？同埋即係而家個樓市都慢慢咁樣向上回升緊啦，其實都可唔可以帶動到嚟緊嗰個地價真係回升得到咧？嗱，呢個咧就要睇好睇內地嗰個嘅經濟個復甦嗰個力度有幾強嚇。咁因為我都係始終都係要靠外來嘅資金撐起嗰個樓市啦。咁即係樓價係影響嗰個投地意欲一個好重要因素啦。大家都都知道呢個點解啦。但係其實仲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因素咧，就香港政府可以做到啲嘢嘅，就係嗰個建造成本。咁而家呢個係即係高企得好犀利嘅香港，而且係一直係上升之中。咁有一部分係原因係嚟自嗰個審批嗰個過程係慢啊，咁令到嗰個資金宅喺度耐咧，個利息支出高啦，同埋嗰個管理嗰個費用都高啦。咁如果政府喺嗰個流程方面咧，可以令到佢順暢啲咧，壓低嗰個建造成本咧，咁呢個對賣地係絕對係即係有益處嘅。會可以講下即係例如可以點樣做好啲咧流程嗰方面？因為而家嗰啲嘅職要好多嘅部門審批嘅嚇，咁多部門審批咧就唔係好 coordinated 嘅，咁啊即係各有各做咁樣啦嚇，咁變咗有陣時譬如頂住批咗，消防又未批咁樣，咁即係如果有一個中央嘅統籌，有一個流暢啲嘅方法可以簡化呢啲咁嘅審批嘅程序咧，咁對嗰個建造成本係可以有一個壓抑嘅作用，咁令到個地價咧係可以提高翻。即係主要係審批嗰方面，有冇話可以參考啲咩嘅標準咁樣咧？呢個嗱，如果你又炒咩，就比較難啲。但係我哋可以舉例就話咧，以前好多年前啦，當然啦，就得一個部門就係叫Public Works Department 公務處。咁啊，包括咗而家所謂嘅環保啊、planning 啊、屋宇署啊，乜就喺晒裏邊噶啦。咁就嗰陣時就即係簡單好多嘅。但係而家分咗咁多個部門之後咧，就加上而家個條例都係比以前係苛刻啲啦，因為即係大家需要個生活質素係比以前嘅要求係高咗啦。有啲地方我哋係即係改變唔到啦，因為而家嘅要求唔同咗。但係有啲地方我諗係應該可以，成個程序方面咧可以由頭審視一次咧，睇有冇地方可以即係簡化或者係即係大家有一個統籌嘅方法咁樣。你覺得以現時嗰個財政狀況啦，你覺得香港現時係要仲有幾多年先可以告別財赤咧？呢個真係好睇嗰個物業市道嗰個嘅表現啦，同埋嗰個股票市場嘅表現係點樣？以而家呢個趨勢可以持續嘅話咧，我相信3年到4年都應該得㗎啦。咁但係你知咩事都可能發生㗎嚇。咁如果維持到而家呢個咁嘅勢頭咧，都幾年之內可以回復翻即係消滅咗個財赤可以。你覺得消滅咗個財赤係咪就等於成盤數係真係回復翻一個健康嘅狀態？睇下你嗰啲收益喺邊度嚟。如果係一啲譬如經常性嘅收益係佔嘅比重大嘅話咧，譬如係公司嚟嘅稅收啊，或者係收入嘅稅收啊，嗰啲比較經常性嘅稅收啊，佔嘅比重大嘅話咧，咁係會比較健康啲咯。如果靠一啲譬如唔穩定嘅收益，好似賣地啊呢啲咁樣咧，就個風險仍然存在嘅，因為市場呢個即係物業市場始終都會波動㗎嘛。咁即係講翻嚟緊2月底將會公布嘅新一份預算案啦，你預計今年呢一份新嘅預算案當中咧，其實會有啲咩惠及房屋政策嘅措施咧？我相信冇乜啊會，因為可以出嘅都出晒。係可以出嘅出晒啦嚇。咁如果有啲係細眉細眼嘅嘢，對個市場亦都影響就唔大嘅。譬如你話減翻呢個差餉嗰啲咧，嗰啲好冇乜影響，基本上。即係講開差餉呢方面啦，即係早排都有人建議就話可以寬免老人家嘅自住物業差餉，不過即係政府都已經落咗閘啦，就話除咗即係會削減政府嗰個收入之餘啦，即係成個機制運作上嚟都比較複雜。即係你對呢方面有啲咩睇法咧？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唔應該減免呢個差餉嘅，因為
你俾得差，你真係業主嚟㗎啦，應該你都唔窮到去邊。即係就算係即係退咗休冇收入嘅長者，都覺得冇乜必要咁樣減。都係嘅，因為你有第啲融資嘅方法，如果你有層樓嘅話嚇，譬如你做啲按揭又好，或者你做其他嘅方法去融資或者買佢點樣都好啦。咁相對於啲冇物業乜都冇嗰啲咧，咁嗰啲人係咪更加需要即係政府嘅幫助？咁啊資源應該係投喺嗰啲地方，就唔係話投喺有樓嘅業主身上，推動樓市去向前發展嗰方面啦。其實政府現階段係咪即係撤咗辣啦，都已經冇咩可以再做到咧？其實冇乜可以再做到㗎啦。如果你再做嘅話咧，亦都有個可能就係令到你個即係政府收入會減少。咁譬如你話想推動個市場更加活躍咧，你可以將嗰個400萬以下就俾100蚊嗰個印花稅嗰個 threshold 咧，提高到譬如500萬啊咁樣。咁啊個市場就活躍好多嘅會。咁但政府會收入會少咗啦。但亦都有可能咧，令到發展商更加投地嘅意欲係增加嘅，因為咧可能佢哋會覺得嗰個物業市場活躍翻咧，咁佢哋可能比較有信心去投地，咁所以一得一失計起上嚟咧，都唔知實際上嘅影響係點樣樣。但係即係睇翻而家政府嗰盤數啦，再回顧翻即係2025年整體嗰個樓市買賣嗰個走勢啦，見到即係一手表現咧係特別亮眼嘅，係破到2萬宗嘅成交係創歷史新高啦。咁二手都有36000宗，係創咗4年嘅新高啦。樓價其實都有一個明顯嘅升勢喺度。其實見到呢一個樓市嘅狀況，但係政府嗰個財政都唔係話真係改善咗非常非常之多啦。咁其實政府其實有冇機會真係會加翻去增加庫房嗰個收益咧？我覺得呢個機會比較細啲，因為而家嗰個市場先啱啱開始復甦咧。咁你而家突然間加辣咧，我諗對個市場嘅信心打擊會好大，咁令到將來賣地收益咧就更加會差嘅。咁可能呢個會得不償失嘅，所以我覺得政府喺呢個階段加辣嘅機會係好細。一個物業市場差嘅時候咧，就亦都係牽一發動全身嘅，亦都因為有所謂財富效應啊嘛。咁當啲人嗰層樓喺度縮緊水嘅時候，或者係有想賣又賣唔出嘅話咧，咁喺消費方面咧都會即係冇咁願意啦。咁對整體經濟嘅影響亦都會比較差。所以我諗喺呢個物業市場啱啱開始復甦，尤其是個住宅市場啱啱開始復甦嘅時候咧，喺呢個階段加辣嘅機會係應該係冇乜嘅，我覺得。咁記得啦，即係上年9月中嘅時候揾你做過施政報告嘅訪問啦。咁當時你提過就係政府喺樓市政策上面咧，就應該要考量平衡財政收入同埋市民嘅置業需求啦。其實現階段有冇係實際覺得可以做到啲咩咧？呢方面？而家暫時嚟講咧，就都係傾向於穩住個樓市先啦。咁其實政府你話想再做多啲嘢去令到個樓市即係再樓價再往上走咧，係得嘅。但係呢樣嘢亦都會令到窒息嗰個市民置業嗰個慾望。咁即係政府一路都係講話想幫助香港市民置業啦，亦都話可以令到佢哋居住環境改善，可以住得大啲咁樣。咁暫時嚟講咧就喺呢個水位咧，我諗政府唔會做啲咩嘢嘅都。咁呢排又有風再吹翻啦，同埋有人再講翻啦，就係話建議不如即係俾市民用強積金嚟到買樓啦。其實呢一個假設即係俾人用強積金買樓，算唔算都係一個可以平衡到財政收入同埋市民置業需求嘅一個措施嚟嘅咧？都可以話係嘅。雖然呢個公積金嗰個原意就唔係俾你咁樣用嘅，咁但係如果睇下第啲地方，譬如新加坡咧，咁佢都係好用呢個鼓勵市民係用佢哋嘅強積金去買樓。不過香港人嗰個強積金嗰個即係積存到而家嗰個量就唔係好大嘅啫。好似平均都係30零萬到一個人。咁呢個就算係俾佢哋咁做咧，都對物業市場嗰個影響可能都唔係好大嘅。樓價會有些少刺激作用嘅，短暫刺激作用啦，都唔會好長其實。點樣可以刺激到咧？因為有啲冇首期，即係負擔唔到首期嘅人咧，突然間會多咗一個資金來源係俾到首期啊嘛。咁嗰班人咧就可能會決定置業啦。咁呢個可能對細價樓影響會大啲嚇。
因為買大價樓嗰啲就唔會靠你嗰啲強積金去俾首期。咁最後想問翻教授啦，即係你預計嚟緊2026年整體嗰個樓市走勢會係點樣咧？會唔會正面同負面因素都可以講下咧？咁首先講個住宅市場啦，咁應該會繼續平穩向好嘅。尤其是內地嚟嘅資金都應該源源不絕會仲嚟緊嘅，因為嗰個冇咗嗰個買家印花稅。但係亦都好睇下內地嗰個經濟復甦嗰個勢頭有幾強啦。咁內地資金咧當然係會惠及一手樓特別多嘅嚇。咁因為咧一手樓係即係絕對係保障到嗰啲買家嘅，因為我哋有一手樓銷售條例啦嚇。咁內地嚟嘅資金亦都冇時間先會去睇樓啦，咁買手樓係最適合佢哋嘅。咁而家睇落去咧，就似乎開始有啲大嚿啲嘅錢落嚟，就買啲豪宅。咁所以相信咧如果呢個勢頭持續咧，就應該對個豪宅市場應該都會有個正面影響，因為啲大嘅單位咧個供應係非常之少嘅。咁就算整體總量嚟計咧，譬如160平方米以上啲咧，都係佔2.2%嘅啫。咁所以如果嗰個需求稍為增加咧，就會可以令到個價格升得好快。咁但係咧 AI 嗰個嘅投資咧，呢啲咁多嘅投資喺 AI，令到個金融市場咁蓬勃。咁對短期嚟講係當然係對嗰個經濟係有一個正面影響啦。但係長遠嚟講咧，就會令到嗰個失業率增加嘅，因為當呢啲 AI 嘅工具被廣泛利用嘅時候咧，就會好多工種會消失咗嘅。咁呢樣嘢對嗰啲細價樓嘅影響係會比較大嘅。但係呢個咧可能會過多1-2年之後嘅事啦。商業樓咧就以呢個即係鋪位係最差㗎啦嚇。零售鋪位咧就暫時個需求咧就會繼續向下嘅應該，因為個空置率咁高嘅話咧，就代表仲有嗰個租金仲有下調空間。因為通常嗰個空置率高嘅原因咧就係嗰個業主即係要睇定啲先，唔敢減價住嚇。咁但係結果當你咁多空置嘅單位喺度嘅時候咧，你就會搶客㗎啦嘛會。咁就個租金會再向下調嘅。咁而家咁高嘅空置率，就代表租金仲會繼續向下走嘅一段時間嘅。咁寫字樓亦都係差唔多，但係寫字樓都有少少嘅好似跡象咧，就會有啲回穩，因為都幾多資金嚟香港成立公司咁樣啦。同埋咧就仲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將來嘅一啲嘅寫字樓咧就嘅用地咧會慢慢改變成為一啲學生宿舍用地。咁嗰個供應量即係新供應應該係少嘅，或者有部分嘅寫字樓有機會係改到做學生宿舍都唔定嘅嚇。但係呢個機會難啲，就酒店或者係啲低檔酒店呢個機會大啲。咁簡單總結一下啦，其實即係現階段都可以預示得到，其實未來幾年嗰個樓市同埋經濟實都係處於一個調整階段啦。咁即係政府成盤稅要做翻靚，要即係見到翻有翻盈餘，其實都要翻幾年嘅時間先啱我哋傾嘅話。咁都希望即係現階段啦，政府可以為我哋中長期嗰個經濟可以打翻一個好啲嘅基礎啦。咁而影響2026年樓市嗰個關鍵咧，仍然都係內地資金可唔可以落到嚟香港。咁現時數據都顯示啦，近年內地客入市嗰個宗數確實係飆升緊。不過內地咧仍然有個外匯管制喺度。咁未來有冇咩政策可以解決得到，俾更多想嚟香港買樓嘅人更加容易調動到資金啦？咁都值得觀望一下㗎。今日咧多謝晒周教授嚟接受我哋訪問，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